麻烦。他那阵法器能近距离吸收对手的气，距离越近，吸力越大。宝姑娘，你可曾受伤？没得事，就是骨头好像有点裂了。好快，动作之快，前所未见。遭遇我这倒吞兽的人中，这种应对反应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不是说好了引到春日中心再动手吗？宝姑娘，不要迂腐啊！马村长，我们来帮你了！村长，我们来帮你了！你都闪开！这些人不是你们对付得了的。没事，我们不怕。对，我们不怕。贺冠先生，记得命令。不许杀，没说不许废。再任由他们像狗皮膏药一样缠下去，对我们也是一种消耗。可以不杀，但得疼，得让他们感到一辈子的疼。你们行吗？好办。别怕，我们一起上，为了他们。我只是天生诙谐，还恶搞罢了，让人痛苦，那实在不符合我的性格呀。神格面具。原来正义的信念就是这种感觉，马村长，我还得谢谢你呀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什么是正邪之分。马先红，你带走了金凤婆婆，伤害了我的师傅，支配了所有人。还把自己当成神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神。马先红，你可知错？错？我有什么错？你错在想让他们一步登天。我们也好，村民也好，就算修习神机牌的你也一样。凡是通过修炼成为异人的，莫不是踏过一条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之路，大熬筋骨，磨练心性，其中之痛苦之枯燥，常人难以想象。而这些，你所制造的这些异人都不想经历。你是让他们都一个个一步登天了，可一步登天的后果就是丧失了真实感、轻佻、狂妄，没有适应真实世界所带来的痛苦，便轻易获得了一切。你所制造的不是异人，不过是一群误闯异人世界的观光客，一群游戏玩家。成为异人，他们配吗？都给我住手！对不起，各位。白痴，这些半吊子对我们来说碍手碍脚，对你也是障碍。是我错了，我收回之前的话。
现在完全是我跟他们的战斗，跟你们没有一点关系。我现在恳请大家离开这里。村长，我们不离开，不离开，我们还要继续战斗。抱歉，村长，我会继续留在这里和他们干下去。是你把我从浑浑噩噩的普通人带进这异人的高墙之内。今天，我要好好享受这作为异人的第一战，让他们看看我真正的实力，赌上成为异人的荣耀。哪怕最后失败了，我绝对不会让这种难得的较量留下一丝的遗憾，跟他们战斗到底！异人的战斗，我们必须要体验一下，让我也尝尝异人战斗的滋味。什么公司的人，必须给他们露几手。头疼。战斗到底，我们绝对不退缩。我这是错过什么了吗？你们这是在干嘛？企业机意识的培训吗？尤其是你，又不是干传销的，干嘛这么热血？较量？你们是怎么想的？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和你们较量吗？总部有规定，要将你们全部抓捕归案。但那些拥有坚定的意志、愿意不顾一切去执行信念的，确实非常对我的胃口。前提是，一定要经过冷静的判断，在足够理智的前提下，依然想要坚持留下来的才有价值。狂热的糊涂蛋，不值得我为了他们而被问责。所以各位，请冷静5秒钟。或许你们各自有各自坚持下来的理由，我是理解不了，但依然想要坚持留下来的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不是不打算留下遗憾吗？不只是遗憾，你们什么都不会剩下。来吧，全都给我滚蛋！哎呀妈，我真的不是为了逃避跟村主任的女子处对象我才跑出来的。我知道你不就是想个儿媳妇吗？等我赢了比赛，城里大把漂亮的女子，你随便挑。哎，宝儿姐，这家伙我见过，就是那天冲你放狠话那个。居然能操控6把飞刀，比他哥哥贾正宇还要厉害呀！我也不是俺哥，我他能买车疯了我。9把，12把，简直是骇人听闻呐！真没想到，贾家村又出了一位能精通御武之术的天才呀！这么多人看着，哎呀，我不好意思。
到底是他在比赛，还是他妈在比赛啊？啊，好，我爱你，我对了吧？我知道了。不打了，不认输。一朱雀，胜者贾正亮。行，我挂了啊。这个潇潇修炼的是醒气，用特殊的方法调动先天之气，以哼哈二字为诀将气喷出。它可以把人的元神轰出体外，甚至可以让元神暂时消散。醒气的可怕之处在于，一旦挨实了，就会彻底丧失抵抗能力。那有没有什么防范的方法？醒气呢，不会毫无征兆的发动，看到对方蓄力，拉开距离就好。所以一定要盯紧对方发力的那一刻。倚青龙，胜者潇潇。这个白氏血你也要当心，它能吞灭别人的气，刚好克制你的金光咒。如果你要是遇上它呢，就用雷法速战速决吧。秉花路，胜者白氏血。这个王野道长平常看你这么懒散，没想到居然会亲自来打比赛。比赛没有年龄限制吗？小屁孩也能上场？啊？不是30岁以下就能参赛吗？这位小施主没有违反规定。你们两个先给我在这儿老实待着，等我收拾完他。才轮到你们。金猛选手看来要对诸葛白先下手了。金猛的异能就是力大无比，身体也如金钟罩一般。看金猛这健硕的身材，真替诸葛白担心呐。可诸葛白不也会奇门法术吗？他哥哥诸葛青的奇门法术可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。看来还是诸葛白年纪太小，缺乏历练呐。哎，你别一直跑呀，平时学当时用出来呗。知道了。站住！这是你逼我的。八卦阵。这么小的阵图困得住我吗？我跟你拼了！小伙子，该你了。啊。不愧是武当，王爷这一掌刚猛淬炼，未来可期呀！金猛就这么倒下了，不显山露水，但仍能看出超凡的实力。胜者王爷，累死我了！这一个个的都这么拼呐！这王野道长不简单了。深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，王野有点意思啊。
蔡对坤，友对对，卯对阵。我怎么还在原地？这就是武侯奇门。他为什么每次都可以预知对手的攻击呢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世间万物皆有规律，这个规律就是天道。奇门是以空间和时间为切入点，破解天道的术数，寻找天道的漏洞，进而获得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信息。所以，这个就是诸葛青可以预知对手攻击的方法。大家一起战！如何？还想继续吗？无人区，秉烛劝阻，胜者诸葛青。唉，我看了一圈了，一个能打赢的都没有。老二姐，你在干嘛？工作。不愧是人间楷模张灵玉，一柔制胜。这强者的威严，这王者的实力，这热烈的掌声！承让。以玄武，胜者张灵玉。也太垮了吧！3个人一起上都没逼他使出雷法。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？被关注的那个选手，往往会成为其他3人优先淘汰的对象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下一场好像该你了吧？事到如今也只能赌一把了，不行就只能拼尽全力了。哎，这别废话，让你去就去，赶紧的。行吧。欢迎品尝，欢迎品尝，欢迎品尝。张竹兰还不来？难道吓得逃走了？那可是气体源流的传人，咱们3个谁吓得走他？这个气体源流到底啥功法呀？咱谁都在讨论。谁晓得？不过确定一件事，咱们算是达成共识了吧？3人联手，首先淘汰张竹兰。来了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爷爷，当初天下一人负了你，今天孙儿来给您复仇啊！他说的什么意思啊？我哪知道啥意思？我又不认识他爷爷。张竹兰，使出你的气体源流，让我们3个开开眼，可别怪我们欺负你啊！欺负我？有什么可笑的？就凭你们几个，也想见识气体源流，大言不惭，依靠彼此残弱的力量勉强苟活于这世间。没想到我张楚岚出战的对手，竟然是你们这般蝼蚁。蝼蚁？没错，我要干翻的是天下会的封会长，是石老，
是这天下所有的强者。我要干翻的是这苍穹！还未出手，竟引得天地变色，整出来的实力恐怖如斯啊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气体源流？连老天师的圣杖都吹走了，这比赛是不是要暂停了？收！我没有察觉到他身上有气的流动，难道他只需心念一动，便能呼风唤雨，改变天象？恐怕就连老天师也没有这种境界吧？这小子深藏不露啊！有啥好怕的？他再厉害，也就一个人，双全年第6手，咱们3个一起上。纵使羸弱，依然向前才有变强的可能。而你们几个已经放弃了自己。既然你们甘为蝼蚁，那就一起爬过来。我会给你们蝼蚁身份相匹配的可悲失败。怎么办？上马，你先上。张楚岚，谢谢你，你骂醒了我。抱歉二位，请让我单挑张楚岚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获取优胜，而是为了印证我与强者之间的差距，所以我必须维系自己挑战者的尊严。挑战者，这么光荣的身份，没有一点付出就能得到吗？啊？你这是在侮辱我，更是在侮辱气体源流。竟然坐下了，完全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吗？来吧。让我知道你们3个人之中谁才是最强的，谁才配跟我激战到底，接受气体源流的洗礼。是我，是我！这么帅！低估这小子了，看来还是有2把刷子。爸爸，你的任务不会那么重啊。还真别说，这小子鬼脸还真不少。看样子他是要耗到最后才出手的。后边的道士让一让呗。怎么了？粉丝跟我要自拍要福利，我得自拍一下，这儿光好，你让一下呗。你给我打个码呗，这来回挪挺累的。张楚岚，挑战者的资格我已经拿到了，来吧，这是我对强者的敬意，让我领教你的气体源流吧。你先坐下，调整呼吸，把气调整到最佳状态。现在的你我是不会出手的。谢谢你，胜负已经不重要了，能和你这样的对手较量，已是我的荣耀。谢谢，我不冷。这不要脸！这是什么行为？
怎么样？我现在打他不算犯规吧？不犯，不过我现在很想抽你。一白虎组胜者张楚岚。张楚岚臭不要脸！哎，不是说等我缓过来再动手的吗？你说的那些话呢？强者的尊严呢？什么强者尊严？尊严？几毛钱一斤啊？竟然用这种方式获胜！虽然组委会有规定，解说员不能辱骂选手。对呀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我这辈子从没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对，我要。婷婷，来，你有吃的吗？郑博。哎呦，莫代来了啊！哎，坐这儿吃，坐这儿吃，坐这儿吃。来，搁盘子里吃。来。哎，好，谢谢郑宝。哎，来了。来，连小姐，来，请。这是连小姐，这是穆代。连小姐您好，前阵子您帮忙，罗人都跟我说了，辛苦了。客气。这穆代呀，也是凤凰楼的股东之一啊。今天让他跟你去熟悉熟悉，以后这事儿都由他来了。这些日子啊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这不好意思啊。客气什么呀，郑博。那走吧，车在外面。好，那郑博我先去了。哎，好。走了，郑博。姐姐，姐姐上楼。姐姐不上楼了，姐姐出去一趟，拜拜。嘘，嘘。吃吧，坐下吃。哎，来。这款呢是一个纯手工艺品，然后在它每一个雕刻的方面的话，细节处理的相当的不错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大理石的画面，它每个石块都是由手艺人去处理的，每一小块的细节、持久性都很强。然后这个呢，这6款都是采用德国进口材料打造，刻雕方面的细节等等处理的都很不错。然后这边是调彩师，颜色的采购呢。婷婷，看什么呢？姐姐，上楼。这是下楼娉婷，你上下搞不清就算了，怎么还改我性别？我说，早饭你就别吃了啊，这都晌午了，你干脆一觉睡到晚上再起床得了。好香啊，有点饿了。刚好我也饿了，你要不进这家店再逛逛，我来点个外卖。好呀，那我不能吃辣，少点辣吧，谢谢。好。
这份订单是我下的，麻烦您帮我种了。另外，我要了个苏打水，千万别忘了。谢谢。不是野人。我听那个专家他说了，它属于灵长目原属。后面杂七杂八说了一堆，我也没听懂。确实，野人的说法只流传于民间，科学界一直不太认同。哦，对了，罗哥，还有件事，就是你还记得月亮山那个消失的寨子吗？也是最近有老人出来说起这段往事，说20年前月亮山这个寨子还没废弃的时候，有个女的进山挖药，被野人糟蹋了，然后她老公就带着我们村里的猎人进山把她堵起来，最后把她打死了。可是后来有人发现这女的总往山里跑，而且还跟一个小野人待在一起，这一来二去，连人就传开了。很多人都说这个小野人就是她和这个野人生的崽。不可能啊，野人属于人类，不能跟人生孩子的。当时的月亮寨已经有整体的搬迁计划，那个女的老公让她一走了之，别管那个孽畜。可谁知这女的却抛家弃女，就再也没回来过。这个事情的真实性有待考证。还有，这个女人不回来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她是出了什么意外回不来了？那我再打听打听。抛家弃女，她还有个女儿。猜错了，另一个不是野人，是女人的女儿。信件不全，还有块琥珀，她给了自己的女儿。世界这么大，会在哪儿呢？姐姐上楼，姐姐上楼。冰婷，你说的是木代姐姐吗？她不在这儿，没法上楼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这姐姐上楼说了一天了。不是木代姐姐。冰婷，你是说姐姐上过楼是吗？是那个姐姐。那你这个是什么地方的擎天谱？具体什么地方我也记不清了。反正是多雨的地方。莲树。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明天还约了郑伯去看样品。那明天我去看抢样吧，我也是凤凰楼的股东，也该干活。哟，这位是谁呀？看着有点眼熟啊，好像是我们这里曾经雇佣过的一个员工吧？不是程叔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我真不敢了，我以后不这样了。叔，我觉得这小子认错态度还算可以。是，再说这些天咱面试的那些替工都不得领我，笨手笨脚，这小起码一个顶仨。我领我，我告诉你，不许再有第二次了。绝对没有第二次了。赶紧来干活吧！哎，于万三，走吧，上车！哎，您受累。哎，聂张叔，哎，你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是说连叔是那个女人的女儿，还挟持了小老板娘？那女人身上的琥珀，可是我师傅献下来的。
袁叔把他抓走了，这打击报复。怎么样？哎，说是开车走的，白车，走了1、2个钟头了，这没法找啊。要么咱报警吧。报警？那人家销售场合都说了，2个人有说有笑提着烧烤上的车，证据呢？我们拿什么证明那是挟持绑架呀？用最笨的法子，查沿路电部摄像头。走。这儿。哎，谢谢您啊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把你吊起来，一定很好看。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没有得罪我。你得罪的是他。特高，骗子，有不规则断口。过去你们未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只是觉得琥珀是个保命的宝贝，所以就分给了他孩子。你老家是不是在月亮山？有一个小姐妹是野人，对不对？那种又脏又臭的小畜生，我的姐妹，她配吗？可是你妈妈一直在照顾她。那是我妈，她疯了。她隔三差五的就往山里跑，给野人养崽子。村里把话说的这么难听，说她生了野人的种，她也不管。可我呢？我阿爸呢？我们不要脸的吗？可是你妈妈照顾她总是有原因的吧？原因？她有一次进山采药，一连几天没回来。我阿爸担心她，派人去找她，却看见她衣衫不整的和一个野人待在一起。这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瞎子都看得出来。我阿爸打死了那个狗东西。为了保住阿妈的颜面，他再三拜托同行的人不要把事情说出去。可是他倒好，他却说什么自己进山遇险被野人给救了，是我阿爸没有搞清楚状况杀了野人，他心里愧疚，太可笑了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你为什么不信你阿妈？万一她说的就是真的呢？可那是他编的。他也知道自己被糟蹋了没脸，故意说什么报恩的瞎话，报恩会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吗？我可是他的亲生女儿。阿妈，这块琥珀真好看。你看它的颜色像不像蜂蜜啊？像。
甜甜蜜蜜，保吉祥安康。等你长大以后啊，阿妈把它送给你，好吗？好，你乖。他为了那个丑东西，连我都不要。你就没有想过，也许是你妈妈遇害，再也回不来了呢？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可是回来过。阿妈，他把琥珀留给了那个小畜生，却留了这么个丑东西给我。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，他好像通人性，他会懂我，会安慰我。和你说这么多也是浪费时间，还是赶紧上路吧。那年穆代15岁，当时我收养穆代也有10来年了。他很可爱，性格也很开朗。穆代，你的，谢谢。走，我刚才还在找你呢。我们待会儿去哪儿？他在班上有一个好朋友，叫沈文。2人形影不离，好的就像一个人。但是后来出了一件事，他俩放学后会一起去一个补习班，但是有一天晚上到了11点，2人还没有回家，手机也打不通。我们后来找到老师，才知道他们当晚逃课。我跟文文的妈妈从学校开始一条街一条街的找，最后找到了一个巷子口。文文去呢？穆代的手机。没事没事。文文，那是一片废弃的工地，我们找进去，看见了穆代摔在了楼下，脑后一大片血。后来我们在楼里找到了文文，我问他死了。穆代昏迷了好几天，醒来之后告诉我们，当天晚上他和文文逃课去看电影，没想到在路上碰到了小混混，所以他是因为这个才生病。那几个小混混很快就被抓到了，还判了刑。可是沈家的人失去了孩子，那种痛苦无处释放，所以他们就把错归咎于穆代。文文是班里的尖子生，一向乖巧听话，沈家一直认定是穆代怂恿文文逃的课。要不是你带着他出去，能发生这种事吗？再加上有人说，其实文文可以逃掉的，是为了救穆代才折回去。你给我妹妹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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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让带孩子来的好吧？我替他，大家都不去指责那些流氓，都冲着穆代来。这种人，别！凭什么啊？穆代当时撞伤了头，对那件事情记忆非常模糊。沈家的人来质问，他根本没法辩解，那等于就是默认了。那你当时作为唯一能够保护他的人，你也没为他辩解吗？
辩解？你让我怎么辩解？人家都失去了孩子，穆代好歹是活下来了。我也劝穆代忍一忍，忍一忍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但是直到那一次，穆代，没事啊，没事了啊。穆代，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穆代，后羿不好，后羿。我还是死了比较好吧。别这么说，没事儿，穆代，有后羿在，后羿保护你。直到那个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穆代精神上出了问题，他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跟谁都不太交流。整夜的失眠，我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就带着他搬了家，开始到处求医。就是从那时候，我认识了何医生。8年了，何医生一直在跟进这个病例。一直，穆代知道吗？穆代的病例十分特殊，在我多年的从业经验中都极为罕见。罗先生，我听说你曾经是她的男朋友，现在也是。接下来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可能会颠覆你对她的认识。当年我建议霍女士留意穆代的日常行为，最好可以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一些视频。一方面，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监察他的情况。你什么事儿？这是……又不是你杀的人，你也差点死了。好不容易捡回半条命，还要赔进去，哭什么哭？你不懂，我真的很难受。你难受？你难受什么？是你杀的人吗？可是我真的很难受，我很想去死，我很想。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。好吧，那我怎么办？那就这样吧。
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突然自愈了。治愈，自愈，自己治愈。刚刚那算是双重人格。他的这种情况不符合双重人格的定义。双重人格每一重都是完整的，而且彼此不会进入对方的记忆。木代的情况不符合我们现在已知的任何一种情况。我的推论是，因为这次变故，木代心里承受不了这么巨大的痛苦，为了自救而分裂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自己。这一个，我们姑且叫做黑木代，理性、冷静，对人对事充满敌意。这一个，便是你熟悉的木代，温暖、柔软、可爱。视频结尾，那就这样吧，是什么意思？一黑一白，都在争夺身体的主导权。我猜测，最后这场争夺是以白木代占了上风。可是我看视频里，黑木代更咄咄逼人一点。那就这样吧，是双方争执后达成一致的结果。因为人终究是社会性的，白木代的这种性格更容易被社会和大众所接受，而黑木代选择让出主导权，沉默。除非身体在遇到极度危险和痛苦的情况下，才会因为自救而再度觉醒。而且白木代似乎并不知道黑木代的存在，因为这远远超出了他身体的承受值。而现在，他回来了。我不想听你们长篇大论，我现在只想见木代。这个路吧。三兄，13000，33。这怎么了？你这一惊一乍的，这影响我对艺术的创作了。别创作了，出事儿了！我又看着幻象了。幻想？又开始幻想了。过程是这样的，今天中午我吃的特别好，于是呢，我就想给那个花圃松土，锻炼身体。我一撇削下去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什么？一个洞。那我一铲子下去，我还能发现个洞呢？哎，这不是普通的洞啊，它是暗红色的。暗红色的，里面好像还有很多血丝儿，还都交织在一起，挺恶心人的。洞里还往外吹风呢。别虚了！你说是不是欣姐又开始出来作妖了？那还能是啥呀？那他们那些个能打的都不在，那我们我们俩这小罗哥也真是的，光说找着小师傅了，也不具体说他什么情况。你说要不趁这个机会，咱们给他打个电话，问问情况，也同步一下咱的信息。对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知道了，你们保持警惕。我这头完事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哎，罗润，那个小老板娘没事吧？他没事。那，擦擦吧。木代在楼下活动时，他喜欢一个人待着。你待会儿见到木代，要做好思想准备。他很不一样吗？你自己看就知道了。他有提到过我吗？那他还记得我吧？
记得，当然记得。你、曹延华还有他新认识的红纱，他都记得。你别忘了，黑幕带是可以进入白幕带的记忆，只不过感情上会有一些不一样。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，就晚点再说。我准备好了。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有双人模式吗？陪你打一把。我喜欢一个人打。两个人一起的话，会撑得比较久一点。会吗？试试。两个人也没什么不同。还没结束呢。绷带，贴心带。这次运气不错，闯过了。不是靠运气，是这次袁和你行对。以前我遇到事情，总是一个人做决定；遇到麻烦和危险，都是一个人扛。后来，有个姑娘告诉我，我这种对于生命的态度，是非常不对的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有人和你分担，总比一个人死撑要好。你个杀人犯！哎呀，你们干什么？调了之后，是不是觉得咱俩还挺像的？又是同行，原生家庭又半斤八两的。还真是。星星惜星星，此事我应该干一杯。8年前的事情我改变不了什么，但以后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需要你啊？因为8年过去了，你还是没能走出来。我知道，不管是你还是小口袋，始终放不下对沈文的愧疚吧。害人的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愧疚？对，你当然不需要愧疚，因为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沈文死的责任不该由你来承担。要看电影的不是你，抄小路也不是你的主意，对吧？我向红姨了解了那天的细节。快点，木达，赶不上电影开场了。文文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上课吧？来不及啊，大路来不及，我们走小路。好吧，走。哎，你好慢呀！
出于愧疚，没有做任何辩解。因为死的那个是沈文，也因为他本来可以逃走的。别跑！这么重，你想砸死哥哥呀？这是！哎呀，玩这个呀！快跑！快呀！放开我！救命！来人！也许在旁观者眼里，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我不知道沈文当时怎么想的。唯一确定的是，他很珍惜这个朋友。哥哥门外！沈家失去了女儿，但你不该替真正的恶人去承担这一切。你是不是以为这些就是真相？沈家人恨我是对的，没有我，文文不会死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激怒那些混混，让他们动了杀心的人，是我。可是霍子红说，你当天撞伤了脑袋，事后的你都不记得了。他是记不清了，可我不是他。所以，当时被拖上露台的那个人是你。你还不算太笨了。他那么弱，把自己过得一团糟，哪经得起这么可怕的局面？还得是我，必须是我。所以黑幕弹不是文文出事后才出现的，而是……大哥，打他！现在还觉得自己很了解我吗？你说的要敞开心扉，共同面对，可是你藏着的秘密比他少吗？他把秘密藏着掖着，你也一样。你早就发现他不对了，可是你从来都不问，什么都没做，事到临头还口口声声说要共同面对。你不觉得自己可笑吗？你们俩真在谈恋爱吗？对彼此最深的心结都不知道，互相戴着面具，这样的关系，也配叫爱？还戴着？我以为我扔了它你会明白呢。什么意思？还不够明显吗？我不是你的小口袋，他呀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干脆点，一拍两散。别为难别人，也别折磨自己。忘了告诉你，今天通的关，我上周就通过了，通关时间比今天短。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很明显，我不需要你。也许你说的对，我不了解你，但你始终有不敢面对的东西，对吧？如果不是因为审问，那你的心结又是什么？我先回去处理点事情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或者木乃有什么事情，就打给我。出去，快点，快点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溺爱你，你才会这么弱。别挣扎了，没用了。你的人生我已经接管。